Hello，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在教育路上的伙伴们，大家好。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明明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温柔，要有耐心，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在某一个瞬间，理智线就啪一声断掉了。今天呢，我想来跟你分享一个超级实用的小工具，它可以在那个情绪快要爆炸之前，帮助我们先踩个刹车，找回心里的平静。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做个小小的练习，来深呼吸。我们就暂停个5秒钟。你想想看哦，就现在你脑袋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那个大脑泡泡是什么？可能是孩子的作业不知道写完没，或者天哪，等一下还有好多事要做。不管是什么都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这些不断冒出来的泡泡底下到底藏了什么我们平常没注意到的秘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探险地图咯。首先，我们会先来聊聊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心好累，这个东西叫做觉察的断裂陷阱。再来呢，我会跟你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很真实的小故事。然后最精彩的，我们要来学习怎么启动我们内心那个3层的觉察雷达，甚至把它变成一个超好玩的亲子侦探游戏。最后，我会给你一个这个礼拜就可以马上开始的练习。对了，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因为有一个很温柔的提醒，我想特别留给你。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站开始吧，来看看这个觉察的断裂陷阱，到底为什么我们的那些期待总是让我们觉得好累啊。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熟悉？你下班回家，看到地上，又是几双乱丢的袜子，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把火轰的一声就烧起来了，接着就是忍不住对孩子大吼。但我们静下来想一想，那把火烧的真的是那几双袜子吗？还是其实是我们心里那个家里就是要干干净净的期待又被打破了？然后呢，吼完了，看到孩子吓到了眼神，我们自己又掉进那个自责的黑洞。到底这几只小小的袜子是怎么引爆这么大的情绪地雷的呢？其实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觉察的断裂。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常不是活在现实里，而是活在我们大脑对现实的剧本里。你看哦，袜子在地上，这是一个事实，对吧？那我们的大脑马上开始编故事了。他就是不尊重我，这个家乱七八糟。这些故事其实都来自我们心里那个没有被满足的期待。所以当我们看到的、身体感觉到的，还有脑袋里各种想法跟判断，全部都像一团毛线一样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情绪带着跑了。顺带一提，这个概念是来自很经典的完形心理学里面的连续觉察理论。在我们拆解这个技术之前，我想先跟你说一个最近发生在我家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把觉察的力量说得好清楚。是这样子的，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儿子就在练习这个觉察的练习。当我们练习到要感觉一下自己内在感受的时候我那个平常跟猴子一样好动的儿子突然就安静下来了。然后他很小声的跟我说：“妈妈，我发现我现在心里有一点点紧张，因为下礼拜要期中报告了。”我听到的时候，心里真的哇了一下。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个练习，他心里这份藏起来的焦虑，很可能就会变成莫名的发脾气，或是静不下来，不想写作业。然后呢，我身为妈妈，可能就只会看到他不听话的行为，然后用我那个你应该要专心的期待去念他，去要求他。可是你看，就因为这个练习，他自己找到了情绪的源头。那我呢？我什么大道理都不用说，我只要安安静静的陪着他，抱抱他，接住他的情绪，这样就够了。在故事还没完哦，更让我惊讶的其实是我自己的发现。后来轮到我练习的时候，我扫描自己的身体，我发现我胸口怎么紧紧的。我愣了一下，才突然懂了。我就跟他说，我觉察到原来我对你学会这个方法有一个好深好深的期待就在那一秒，我才明白，原来有时候我对他那么严格，根本不是因为他哪里做不好，而是来自于我心里那个期待。因为我真的太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了。当我看清楚我自己的这个期待之后，神奇的是，我胸口那个紧绷的感觉，咻一下就松开了。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棒？觉察它就像一盏灯，不只照亮了孩子心里的情绪，
同时也照亮了我们自己藏在心里连自己都没发现的期待。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打开我们内在的这个功能强大的觉察雷达吧。这个雷达很简单，它有3个扫描区。想象一下哦，第一层是外在区，用的就是我们的眼睛、耳朵这些感官。第2层呢是内在区，扫描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第3层也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层，叫做中间区。这里啊，就是我们大脑里那些想法啦、故事啦，还有期待，它们的生产中心。好，我们来看第1层外在区。你可以把这个练习想象成在情绪风暴里丢下一个锚，让我们稳住，回到当下。练习的重点只有一个，单纯的观察，不要加上任何好或不好的判断。比方说，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说出3件你看到或听到的事，像是我觉察到桌上有一支笔，我觉察到窗外有车子经过的声音，我觉察到灯光照在我的手上，就这样，很单纯。OK， 接着我们把雷达的天线转向我们自己，扫描内在区，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你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最诚实的伙伴，它从来不会骗人。所有的情绪跟压力，它都会第一个知道。所以你现在感觉一下，你的胸口是闷闷的，还是很舒畅？你的肩膀是不是不知不觉又耸起来了？不用去改变它，只要去感觉它就好。就像我刚刚在故事里第一个发现的就是，我的胸口紧紧的。最后，我们来到最精彩也最有挑战性的中间区，也就是我们大脑里的加工厂。在这里，我们要练习分辨2样东西，一个是思考，另一个是情感。思考是什么？它就像我们大脑里正在播放的电影，是我们编出来的故事。比方说，他都不理我这句台词背后的剧本，可能就是我期待他要关心我。那情感呢？情感就是我们心里最直觉的感受，像是我感觉到难过，我感觉到生气。这个练习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当你能够说出我觉察到我正在想的时候，你就不是那个被想法绑架的人了，你变成了那个在旁边静静观察这想法的人。光是这样就能帮情绪降温很多哦。好，既然我们大人都学会了这个3层雷达，那要怎么跟孩子玩呢？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超酷的全能小侦探游戏。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宝贝，我们来当小侦探好不好？今天有3个秘密任务哦。任务1，户外侦探，我们要去看看窗户外面有什么新发现。任务2，身体侦探，我们要扫描一下自己的肩膀、肚子、脚丫子现在是什么感觉。任务3是大脑与心情侦探，检查一下你的大脑泡泡里有什么，你的心里现在是晴天、雨天还是阴天呢？这边有个重点哦，当孩子说出任何负面的想法时，记得我们的任务不是去纠正他，而是像个队长一样对他说，报告侦探，我收到了，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发现。好的，我们学会了理论，也学会了游戏，那接下来就是最重要也最温柔的部分了，怎么把它真正带进我们的生活里。这也就是我想送给你的那个提醒。你猜需要多久？其实我们每天只需要3分钟。你没听错，就是3分钟。你可以选在睡前或是刚下班回家，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档。第1分钟练习外在区，说出你周遭的3个小细节。第2分钟练习内在区，去感受身体3个地方的感觉。第3分钟留给中间区，只要抓住脑中的一个念头，然后诚实的为你当下的心情取一个名字。这个礼拜，我想邀请你把这句话当成一个温柔的护身符，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等于我的期待，我也不等于我的情绪，我是那个能够觉察着这一切，温柔地看着自己的那个人。这句话真的很有力量哦，它可以帮助我们和那些很消耗我们的念头轻轻地拉开一点距离。好，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到最一开始哦，还记得吗？你那时候的大脑泡泡是什么？现在试试看，用我们今天学会的句型帮它重新翻译一次。比方说，如果本来是烦死了，小孩作业还没写，现在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这样：我觉察到我正在想小孩还没写作业这件事，同时我觉察到我的太阳穴有点紧紧的。
然后我感觉到，对于他没有达到我期待他准时完成这件事，我的心情是焦虑跟烦躁的。你看，当我们能这样一步一步拆解的时候，那个情绪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像海啸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们淹没了呢？它就有了呼吸的空间。如果今天的分享有帮助你松开了心里某个紧紧的角落，那我想邀请你帮我点一个赞，或者把它分享给你身边你觉得最近压力可能有一点大的朋友。当然，我也非常非常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练习之后的任何发现或心得。这里是 N 亲子书房练习曲，我们下次见喽，拜拜。